外婆只是想帮孙女拿掉头上的线头，结果却把孙女吓了一跳。还没等外婆开口，孙女就急忙解释道：“看到孙女慌张的表情，外婆明白这是经常被打才会有的应激反应。原来这个孙女是外婆几天前才相认的。这天，外婆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，发现门口坐着一个打瞌睡的陌生女孩，旁边还躺着一个婴儿。外婆走过去叫醒了她，问她为什么会在自己家里。女孩警惕地把身边的包裹抱进怀里。外婆以为她偷了家里的东西，于是就想抢过来打开看看。结果两人在争抢的过程中，包裹不慎跌落，随着一声罐子被摔碎的声响，外婆这才看清里边包裹着的是一个骨灰坛，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离家多年女儿的名字。她一时间无法接受女儿离开的事实，这些年自己一直在等离家出走的女儿回来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坛骨灰和两个素未谋面的外孙女。她呆呆地坐在院子里，直到夕阳西下。这时女孩缓缓走到她的身后，外婆这才从悲痛中缓过神来。她问女孩叫什么名字。공주요. 내는 나공주고요. 자는 나진주라고 합니다. 外婆重复着他们的名字。 공주, 진주. 절대 안 잊어버릴 이름이네. 公猪告诉外婆，其实妈妈一直都很想念她。去世时，她让公猪带着妹妹来找外婆，这是她生前唯一的亲人。外婆决定承担起照顾两个外孙女的责任，就这样祖孙三人生活在了一起。外婆在家附近给公猪找到一个学校，上学的第一天，公猪就受到同学小胖的青睐，还主动邀请她和自己成为同桌，这让一旁喜欢小胖的女生心生嫉妒。她在放学路上故意将公猪绊倒，警告她以后离小胖远一点，还说她妈妈年轻时叛逆离家出走，现在死了活该。结果下一秒， 한 번만 더 재롱 부려봐라. 다음번에 쌍코프다. 公猪说完就潇洒地转身离开。 공주째 가스나. 갈수록 밀어듣네 두다. 这让远处的小胖对他彻底沦陷。外婆平时靠在路边售卖自己绣的手帕为生，可公猪姐妹的到来将她的生活彻底打乱，让本就只能解决温饱的外婆雪上加霜。他们用学校食堂里的调味白糖充饥，还经常买小摊上剩下的打折饭团。祖孙俩会因为捡到便宜开心的手舞足蹈，结果晚上就因为吃了不太新鲜的饭团而拉起肚子。生活虽然辛苦，但他们却总能苦中作乐。外婆还会带着公猪来到超市，他们趁销售员不注意，把试用装的奶粉通通拿走，还把尿不湿上的赠品全都粘在一起。这波操作直接让收银员看傻了眼。等结完账后，外婆就又回来把尿不湿退掉，留下赠品。他们就这样解决了妹妹奶粉和尿不湿的问题。可这样的方法并不是长久之计。这天，公猪在偷拿赠品的时候被工作人员逮个正着。外婆见状，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，说是她让公猪这样做的。接着，她就一下子坐在地上。 看到周围的顾客越来越多，工作人员担心超市被误解，只好说刚才只是误会，然后放他们离开。同桌小胖得知公猪家有个宝宝，于是便让刚生完弟弟的妈妈把多出来的母乳送给公猪。外婆每天都会熬夜绣手帕。这天晚上，公猪帮外婆整理线球，见她头上有线头，外婆伸手想要帮她拿掉，谁知公猪竟下意识的闪躲。 外婆的手悬在半空，她满脸惊讶地看着公猪，想问她是不是受过虐待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公猪就极力否认，说她妈妈是很好的人，一直都很疼她，爱她，夸赞她。这让外婆更加确定了内心的想法。她知道公猪一定是受到过妈妈的打骂，才会做出刚刚应激的反应。这时屋里传出珍珠的哭声，公猪借此机会急忙逃开，轻声地给妹妹唱着摇篮曲。外婆在一旁心疼地看着公猪，同情着她曾经的遭遇，因为买不起运动服。 在别的同学都去上体育课的时候，公猪只能独自待在教室。等体育课结束后，有个同学说自己的钱包不见了，于是大家都怀疑是公猪拿的。丢钱的学生家长更是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，指责公猪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。外婆得知消息也赶了过来，面对女人的怀疑，外婆说自己的外孙女是绝对不会偷钱的，可对方却咄咄逼人。 하나그 집 나간 딸이 낳은 자식인지 죽은 자식인지 그 근본을 누가 알아요? 听到对方诋毁自己女儿和外孙女，外婆生气地抓住她的头发扭打在一起。在老师的劝说下，两人这才冷静下来。这时，小胖拿着钱包跑了进来，说是自己在草丛里发现的，是那名同学在玩捉迷藏时不小心丢失的。自知理亏的女人瞬间没了脾气，外婆则在一旁责骂她诬陷好人。大家没注意到的是，在这期间，公猪一直一言不发。她约小胖在校门外见面。 其实钱包就是他拿的。他问小胖，钱包是从他书包里翻出来的吧？小胖没有回答。他问公猪是为了买运动服吗？公猪摇了摇头。
할매 돋보기가 깨지가. 그 망가진 거 보고 있으면 괜히 뭔가 사단이 날 것 같아. 뭐든 한 번은 다 한다 카지라. 커서가 아니라 지금 이렇게 때운 게 얼마나 다행이고. 니한테는 사과해야 될 것 같아서. 미안하다. 이런 모습이나 보이가. 看到公主一副沮丧的模样，小胖拿起相机给她拍了张照，说：“你只要以后不说谎，我们就还是好朋友。”两个人开心的笑了起来。晚上，公主贴心的给外婆按摩。这时，正在看的电视突然坏了。公主提议和外婆玩一个天衣无缝的游戏，就是彼此说出一个内心深处的秘密。如果对方知道这个秘密，就算输了。 홈이 돋는다. 어? 빨리 시작해라. 정기적이 버리라고 했지. 혹시 몰라 싹 빨아가 잘 넣어뒀습니다. 깜짝 같았지. 까 테레비 소리에 맞춰가 할미가 방구를 2번이나 켰다. 깜짝 같았지. 오늘 급식 청국장 아니었습니다. 집안 이틀째인데 얘. 할미 머리 이거 3일째다. 就在祖孙俩玩的不亦乐乎时，公主突然不小心说漏了嘴。 엄마 아닙니다. 할머니 딸이 내가 안 나왔단 말입니다. 看到外婆逐渐凝固的表情，公主紧张的低下了头。她害怕会被外婆赶出家门，外婆却再次笑了起来。 네가 졌다. 原来外婆早就察觉到公主不是自己的亲孙女，她还知道女儿一直在虐待公主。外婆问公主是否记恨自己的女儿，公主告诉外婆，爸爸去世后继母独自带着2个孩子，不顺心时就会打她骂她，但是从来没有抛弃她，所以她的心里没有怨恨。她理解继母的不容易。 外婆说：“那你应该也不会讨厌我吧？”她向公主承诺道：“내 손녀 공주랑 내랑은 이제 절대 안 헤어질 기다。” 公主把内心的秘密说出来后如释重负，她再也不用担心被外婆知道后赶自己离开了。和外婆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是她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时光。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么平淡幸福的过下去，可是妹妹却突然生病了。 经过检查，珍珠患上了罕见的凝血症，以后只要受伤就会流血不止。然而祸不单行，外婆也同时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。这天，外婆一个人在家看孩子，她把老花镜摘下放进篮子里，结果毒辣的阳光通过镜片聚焦在珍珠手上。等公猪发现时，妹妹已被灼伤送进医院，医生建议珍珠留院观察。外婆自责的同时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她拜托在社区工作的东光，能不能帮2姐妹找个好人家收养。 他要趁意识清醒时安顿好2个外孙女，然后自己搬进疗养院，这样对他们3个人都好。外婆的记性越来越差，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甚至还会跟邻居大打出手。晚上，外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公猪，她想让公猪带着妹妹离开自己。 아까 걸매 피 나는 거 봤지? 피가 절대로 나면 안 되는 아 옆에. 公猪安慰外婆，只要平时小心点就好。她愿意一边照顾外婆一边照顾妹妹，可显然她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。 这天，东光来到外婆家。原来为珍珠治疗的医生夫妇也曾有过一个和珍珠一般大的孩子，但是不幸夭折了。他们想要收养珍珠，带她去国外治病。公猪得知后非常生气，她以为外婆是怕珍珠成为累赘，所以才要把她送给别人。她来到医院，希望妹妹能快点好起来，这样他们和外婆就不会分开。可就在她给妹妹冲奶粉时，却无意间听到了护士们的谈话。 장 과장님 이리저리 뛰댕기고 연편도 넉넉지 않은 것 같은데 안 그러면 급비선주자 위험한 장 과장님 아니면 진주하면 오빠한테 시키다. 公猪这时才明白事情不是她想的那样，妹妹只有被张医生收养，才会有被彻底治愈的希望。外婆在家做了一大堆吃的准备给公猪送去，可突然她却又忘记自己要做什么。等到晚上她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原本给公猪做的饭被她吃得精光。 벌써 이렇게 저승밥을 처먹고 앉아있노. 뭐가 급하다고 뭐가! 外婆懊恼地扇着自己耳光。 接着失声痛哭起来。公猪从医院回到家中，她把一直想送给外婆的老花镜放在桌子上。 할매요. 돋보기 하나 싸게 샀어요. 이제 이거 쓰이소. 진주. 해주다 합니다. 她明白外婆的伤心不会比她少。外婆听着公猪的话，早已哭得泪流满面。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她也不会做出这么痛苦的决定。很快，珍珠就被医生夫妇接回了家。看着空荡荡的病床，公猪明白这是对妹妹最好的选择。外婆站在病房门口默默流泪，她多希望能看着外孙女长大。或许等不到看她穿婚纱的那天，但在她学会走路之前，一直陪在她的身边。可上天却给她开了一个玩笑，她将会慢慢忘记关于外孙女的一切。回到家，公猪给外婆做了一桌好吃的，可外婆却直接掀翻了桌子。
他就像是失忆了一般，指责公主狠心抛弃了妹妹，还大骂让她滚出这个家。公主默默把桌子放好，她知道外婆是故意这么做，想让她离开，可她怎么忍心在这个时候抛弃外婆？这时外婆像发了疯一样，咬住公主的手不肯放开。好在东光及时赶到，将外婆拉开。他让公主先去上学，外婆交给他来照顾。看到公主走出家门，外婆突然抓起自己的手狠狠咬了起来。东光见状急忙制止了她。 손등화 자꾸 뭔데? 늙은 가족도 이래 아픈데 저쯤에는 손이 오죽했겠나. 这天收养珍珠的张医生找到公主，希望她周末能去家里吃个饭，顺便可以看看妹妹。公主没有回答，转身离开。回到家，她发现外婆把她的行李全都扔了出来，可公主却怎么也不肯离开。争执间，外婆拿起公主送她的眼镜扔了过来，破碎的镜片划伤了公主的脸。外婆这才冷静了下来，看着公主脸上的伤，她心疼不已。公主明白外婆不想成为自己的负担，于是她决定给外婆洗最后一次头，就离开这里。外婆问她：“你知道是什么让我的人生变得艰难吗？”公主疑惑地问：“是什么？” 내한테 너무 잘하려고 하는 공주니다. 公主听了外婆的话，瞬间湿了眼眶。她决定不再让外婆替她担心，于是来到了收养妹妹的医生家里。看到妹妹被他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，公主知道他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妹妹。医生夫妇还给公主安排了房间，他们愿意同时收养公主一起生活。墙上是养父母为她准备的新衣服，还有她从来不敢奢望的各种玩具。可公主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看着之前给外婆拍的照片，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思念，来到疗养院，终于看到了那个她朝思暮想的身影。公主眼含热泪，轻声地叫了一声外婆，可此时的外婆已经认不出她。 어른손을 놓친 기가 제가 우리 할머니 잃어버렸나 봅니다. 그렇게 울 거 없다. 내가 찾아줄게. 外婆虽然失去了记忆，但内心还是骨子里的善良和温柔。 네 이름은 뭐고? 공주요. 아, 공주. 공주? 아이고, 절대 안 잊어버릴 이름이네. 这一刻，公主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。他们仿佛回到了最初遇见的模样。回去后，公主整理了自己的房间，她决定离开这里，回到外婆身边。临走前，她给养父母留下一封信，感谢他们收养了妹妹。公主把奶奶从疗养院接回了家，每天细心地照料着她。她会帮外婆洗头，给她拍美美的照片。他们一起迎接着春夏秋冬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外婆提出想要再玩一次天衣无缝的游戏。 어느 날 알을 업고 왔는데 맨날 혼자만 밥 먹고 그 아가 와서 너무너무 좋더라. 내가 마음을 감쌌다. 감쪽같았지. 할매가 쳤습니다. 와, 이미 벌써 알고 있었습니다. 接着，外婆告诉公主自己在抽屉里藏了东西，那是一个崭新的骨灰坛，还有2条绣着公主珍珠图案的围巾。她让公主把围巾交给即将出国治病的妹妹。这一晚，公主蜷缩在外婆的怀里，伤心地哭了起来，而外婆也永远地睡了过去。转眼10几年过去了，如今的公主成了一名摄影师。在一次作品展上，她欣赏着展出的一幅作品，那是一对满脸笑容的姐妹。此时，她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当她缓缓转过身，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正站在身后。 她戴着和自己同样的围巾，这正是外婆送给他们最后的礼物。姐妹俩时隔多年，终于再次相见，她们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。一阵微风吹起了外婆和他们的合照，那是公主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，也是她最满意的作品。我们身边也许都有这样的亲人，他们把对我们那份深沉的爱隐藏了起来。趁还有时间，不要留有遗憾，多陪陪身边的父母和长辈。愿我们身边都有一个天衣无缝的他，永远相伴。